为什么有些人吧，看着好像没那么忙，但是那个财富啊，就自己滚起来了，越来越多，感觉他们总有些我们不知道的门道，是吧？今天我们这儿正好有一份材料，里面列了差不多15种，据说是富人圈里常用的财富工具。咱们这次的目标呢，就是一起给你拆解拆解，看看这些工具背后它那个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咱们普通人也能学学，对吧？也不是说要一步登天了，主要是想搞明白，是财富游戏里面是不是还有另一套玩法？准备好了吗？行，我们这就开始。是的。这份材料它核心的意思啊，就是说，你看那些比较富裕的人群，他们积累和保护财富，其实靠的不是什么运气，也不是什么秘密渠道，它是一套系统性的方法和工具，而且这些都是合规的财富管理策略。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很多工具听起来门槛好像很高，但它那个底层的逻辑啊，对我们普通人规划自己的财务其实非常有启发。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挑几个比较关键的聊一聊，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运作，关键是他们为什么能起作用。行，那咱们就先从第一个，听起来就有点不明觉厉的开始吧。私人银行，还有那个黑卡，材料里说这跟咱们平时去的银行完全是两码事，不是你求他办事，反过来是他求你合作，这怎么理解？有点玄乎啊。还有那个黑卡，真的那么神吗？能随便刷？这个区分确实特别关键。你看，我们平时打交道的叫零售银行，就是服务咱们所有人的。而私人银行呢，它就专门服务所谓的高净值人群，也就是那些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客户。本质上的区别在哪儿呢？你去零售银行，通常是你需要它的基础服务，对吧？存钱、取钱、办卡之类的。但你去私人银行，是因为你把大量的资产放在了它那里。这个时候，反而是银行需要提供各种特权和服务来把你这个大客户留住。所以这就是一个从你去请求服务，变成用你的资产换取特权这么一个转变。哦，资产换特权这么个逻辑，那具体都有些什么特权呢？特权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你能拿到比普通客户低很多的贷款利率，还有一些一般人接触不到的投资机会。材料里就提到，像有些顶级的私人银行，客户经理可以直接对接他们投行的团队，帮客户拿到那种很热门公司上市之前的优先认购权。甚至还包括处理一些跟金融没直接关系的事儿，比如说帮你协调子女留学家人看病找好医院、好医生这种资源。嚯，这听起来真是全方位的服务啊！那门槛肯定很高吧？咱们普通人是不是就完全没戏了？门槛嘛，确实是有的，而且差异也挺大。材料里提到，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可能几十万美元的资产就能达到入门标准了。但是呢，在欧美那些成熟市场，普通的私人银行可能就得100万美元起步了。像摩根大通那种顶级的，门槛可能要到1000万美元，而且他们的客户平均资产可能比这个数还要高不少，得有3000万美元左右。我的天，那黑卡呢？黑卡是不是主要就是身份的象征，拿出来比较有面子？黑卡，对，比如最经典那个美国运通的百夫长黑卡，它那个核心价值其实还真不是说额度有多高，它并不是无限额度的，关键在于它能帮你解锁各种非常特殊的权益和服务，而且这种卡通常不是你想办就能办，是银行主动邀请你的，对你的年收入、净资产都有很高的要求。那它能解锁多厉害的特权？能具体说说吗？材料里举了几个例子，挺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全球主要机场的那个 VIP 服务，甚至直接用私人飞机的候机楼，还能帮你订到那种几乎不可能订到的餐厅。旺季的时候，比如想订巴黎铁塔顶楼吃饭，它可能帮你搞定。还有协调一些特殊活动的入场券，比如奥斯卡颁奖礼什么的。甚至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它能提供超乎想象的帮助。就那个例子，有人在沙漠里遇到困难，据说通过黑卡服务，2小时内就协调了直升机去救援。哇塞，这听着真的是用钱买到了时间、便利，还有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的资源。但说实话，对咱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太远了。我们能从这里面学到点什么实际的东西吗？料里提的那个普通人小思路了。
核心逻辑你还是要抓住那个用资产换取更优服务的点。你不一定非要达到私行的门槛，对吧？但你可以先争取一下，成为你现在常用那家银行的 VIP 客户啊，比如什么白金客户、钻石客户。很多银行你有个50万或者100万人民币的存款或者理财就能达到了。哦，先从银行的 VIP 开始。对，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可以提前体验和适应这种被重视的服务模式，你也能享受到一些简化版的特权，比如去银行不用排大队，有优先窗口，可以用贵宾休息室，一般还会有个1对1的客户经理。这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思维的练习。关键是理解资产等于某种程度上的通路这个原则，然后从你能接触到的层面开始去运用它。哦，对了，同时也要小心，现在市面上有些所谓的黑卡，其实就是营销噱头，年费死贵，但没啥实质权益，那个要警惕。明白了，重点是理解资产换服务这个底层逻辑，然后从身边的银行 VIP 开始体验和实践。好，这个思路我记住了。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工具4，股票市场策略。材料说富人买股票，那个玩法跟咱们散户很不一样，他们好像不怎么追热点，追妖股，用的是一种叫直接指数投资，还要加上期权叠加，这听起来就有点复杂了，能帮我们拆解一下吗？这个策略啊，它的核心目的确实不是追求短期暴富，它更看重的是长期的比较稳健的收益，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税务上的效率以及风险的控制。先说那个直接指数投资，你看咱们普通人买指数一般是买 ETF 基金，对吧？比如跟踪沪深300或者标普500的基金，而这个直接指数投资呢，它是直接去买这个指数下面包含的所有或者说大部分的成分股，然后按照他们在指数里的权重来配置。等等，直接买几百只股票，也太折腾了吧？费这么大劲儿是图什么呢？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执行一种叫做税务亏损收割的策略。这个在一些税制比较成熟的市场，比如美国，是高净值人士特别常用的一个税务优化手段。简单来说就是，你想啊，市场总有波动吧？当你持有的几百只股票里，总有那么几只在某个时间点是暂时亏损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选择性的把这些亏损的股票卖掉，这就实现了资本亏损。这个已经实现的亏损额度呢，就可以用来抵扣你其他的那些需要交税的收益，比如你收到的股息呀、利息呀，或者其他投资赚的钱，这样就能降低你当年的整体税负了。哦，卖掉亏的来抵税。对，但关键是你不能因为卖了这几只就空仓了，万一市场马上反弹呢？所以你在卖掉亏损股票，比如说苹果、微软之后，会马上买入风格和行业相似但不完全一样的其他公司股票，比如 Google、亚马逊。这样操作下来呢，你的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敞口，还有那个风格，比如说对科技股的配置比例，基本没变，既合法的省了税，又没有因为暂时的卖出而错过后面可能的市场上涨。嚯，这个税务亏损收割听起来是真挺聪明的，利用规则来优化收益，有点意思。那后面那个期权叠加又是怎么回事？这个听起来更专业了。期权呢，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一种金融衍生工具，有点像，给你的投资组合买个保险，或者说增加一些额外的收益来源。在你那个直接指数投资的基础上，再叠加一些期权策略，目的通常是为了管理风险，或者在特定的市场情况下稍微增加一点收益。买保险怎么说？比如说吧，如果你觉得短期内市场可能会跌，心里有点没底，那你就可以买入看跌期权 put option 来保护你的股票组合。这就好像给你的股票设了一个最低的卖出价，就算市场真的大跌了，你的损失也会被控制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里。材料里提到，有时候可能就花一小笔期权的费用，就能对冲掉很大一部分潜在的下跌风险。那反过来呢？看涨的时候也能用。对，
反过来，如果你对市场比较看好，或者想放大某个方向的收益，可能会用到看涨期权。或者在市场没什么方向来回震荡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卖出期权，比如说背对看涨期权 cover call 来赚取那个期权费，增加一点现金流。但这里要强调一下，就是富裕人群用期权主要的目的还是对冲风险和适度地增加收益，而不是像赌博一样去 speculation 那个短期的价格波动。他们的整体策略追求的是长期稳健、风险可控和税务优化。理解了，理解了。重点在于稳健、避险和省税，而不是像咱们有时候想的追求一夜暴富。但话说回来啊，直接买几百只股票这个事儿，对咱们普通人来说，操作难度还是太大了。这个策略里有没有什么我们能借鉴的地方呢？这个材料里也考虑到了，给出了普通人可以参考的简化版思路。比如刚才说的税务亏损收割，你不需要真的去买几百只个股，你可以利用2只追踪相似市场但代码不同的 ETF 基金来实现。用2只 ETF 怎么操作？比如说，你持有一只跟踪大盘股的 ETF 我们叫它 ETF-A 吧。当它下跌的时候，比如跌了5%，你就把它卖掉。这样你就确认了一笔亏损，可以用来抵税。然后呢，关键一步，你立刻用卖掉 A 得到的钱去买入另一只也是跟踪大盘股，但可能成分或者权重略有不同的 ETF， 我们叫它 ETF-B。这么下来，你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对市场的投资，没有踏空，但是你在税务上可能就获得了一些好处。材料里大概算了一下效果比如说你投了10万块买 ETF-A， 跌了5%，变成9万5了。你卖掉 A 就确认了5000块的亏损。如果你的综合税率是20%的话，这笔亏损可能就能帮你省下1000块钱的税。然后你用这9万5买入 ETF-B， 等市场回暖 ，ETF-B 涨回到10万块的市值，你看你的市值回来了，但是你额外省了1000块钱的税。嘿，这个用 ETF 做税务收割的方法听起来可行性高多了。那期权呢？是，如果你真的想尝试，一定要用很少量的资金去试水，而且最好是把它首先当做一种风险管理的工具来学习和理解。比如说，为你持有的比较重的个股买一点点保护性的看跌期权，看看效果，而不是一上来就想用它去 speculation 赚钱，那个风险太大了。所以这里的核心启示就是我们要学习这种注重风险管理和税务效率的思维方式，然后呢，利用现有的相对简单的工具，比如相似的 ETF 去实践一下，而不是只盯着那个收益率，忽略了风险和税收这些成本。这个简化版的思路确实让人感觉没那么遥不可及了。好，我们接着聊下一个，这个听起来更加神秘的工具了，信托。工具8，信托与遗产规划。材料说，这是实现财富传富过3代的核心工具。这玩意儿真是只有亿万富翁才用得上的吗？感觉离我们好远啊！它到底是怎么做到让财富传下去，还不怎么衰水的？这确实是一个挺普遍的误解。信托 trust 这个东西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法律上的安排，它的核心功能非常清楚，就是按照你，也就是设立人的意愿来管理和分配你的资产。它真的不是富人的专利。理论上讲呢，只要你有一些值得管理的资产，比如说你有套房子，或者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存款或投资，其实就可以考虑设立信托了。法律安排，那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基本的模式是这样的，你作为委托人 settler 或者 grantor， 把你名下的资产，比如房子的所有权现金股票什么的，转移到一个在法律上独立的信托实体里面去。然后呢，你要指定一个你信得过的管理者，叫做受托人 trustee。这个受托人可以是银行的信托部门、专业的信托公司，也可以是律师，甚至是你非常信任的个人。最关键的是，你要在设立信托的那个文件里面明确地规定好，这些资产将来有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分配给谁，就是受益人 beneficiary， 通常就是你的家人了。
听起来有点像一个功能更强大、更个性化的遗嘱。那富人是怎么把它用到极致的呢？听着好像很厉害。对，富裕家庭确实能利用信托实现一些更复杂的目标，特别是在财富的长期传承和税务筹划这两个方面。材料里就提到了美国的那个朝代信托 Dynasty Trust。在美国，有些州，比如南达科他州或者特拉瓦州，法律允许设立几乎可以永久存续的信托。举个例子，设立人把比如说$1000万放进这样一个信托里，等设立人去世的时候，这笔资产传给他的子女，很可能就不需要交纳高额的遗产税了。在美国 Federal Estate Tax，Federal 遗产税最高能到40% 呢。然后呢，等子女再去世，传给孙辈的时候，可能依然是免税的。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理论上财富可以在很多代人之间传递，并且大大减少因为代际传承产生的税收损耗。那个例子里算了一下，$1000万的资产，通过这种方式，可能光遗产税就能省下几千万美元。几千万美元的税，这也太惊人了。还有别的用法吗？还有一种也很常见，叫 charitable trust。比如说，设立人捐赠一笔资产，假设$1000万吧，成立一个 charitable trust， 它可以约定这个信托每年把一部分收益，比如说资产的5%，捐给他指定的慈善机构，而信托剩下的那部分本金和增值呢，最终由他的子女来继承。这样做的好处是多重的。首先，大额的慈善捐赠可以抵扣设立人当年的个人所得税。其次，信托里面的资产投资增值，可能还能享受税收优惠。最后，子女继承的时候，也可能合理的规避掉遗产税。你看，这样就同时实现了做慈善、避税和家族传承这好几个目标。哇，听起来信托在税务规划这块真的是非常强大啊。但说回咱们普通人，如果我就一套房，可能再加几十万存款，设立信托有必要吗？会不会特别麻烦，成本很高？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说啊，设立信托最主要的形式通常是生前信托 （living trust）。它的现实意义其实也非常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的，就是它可以避免那个非常繁琐的遗产认证时序。遗产认证？对，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一个人去世之后，他名下的遗产不是说马上就能给继承人的，通常需要经过法院的一个公开的认证程序。法院要确认遗嘱是不是有效，清点都有哪些资产，把欠的债还清，最后才能按照遗嘱或者法律规定分配给继承人。这个过程啊，短则几个月，长的话可能拖1-2年，而且还得花不少律师费和法庭费用。关键是你的遗产信息还都公开了。但是如果你把主要的资产，比如说你的房子，提前放进了生前信托里，那么在你去世之后，这些资产就不属于需要认证的遗产范围了。它可以由你指定的那个受托人，直接按照信托文件里的约定，私密的、快速的分配给你的受益人，就省时省钱，还保护了隐私。哦，这个好，能省去法院那个流程，听起来就方便多了。那第二个好处呢？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你可以通过信托更好地保护你的资产，防止继承人比如说太年轻啊，或者不太会理财呀，把钱一下子就挥霍掉了。对，你可以在信托条款里设定一些分配的条件，比如说规定子女在30岁之前每年只能拿到信托产生的收益，像利息或者租金，等他们到了某个年龄或者完成了学业、结了婚这种里程碑事件之后才能拿到本金，或者规定这笔钱只能用来支付教育费用、医疗开支或者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等等。这对于那些担心子女过早拿到大笔财产管不好的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保护措施。这个也很有用，特别是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那成本呢？设立这么一个生前信托大概要花多少钱呀？成本的话，设立一个相对简单的生前信托，根据它的复杂程度，还有不同地区的律师收费标准，材料提到大概可能在几千到几万块人民币不等吧。你想想，比起未来可能节省的那个遗产认证的费用和时间，还有它提供的这种控制力和保护作用，其实对很多中产家庭来说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选项。
当然了，像前面说的那种复杂的朝代信托啊、慈善信托啊，那个门槛和维护成本肯定就高得多了。所以啊，这里的核心 takeaway 就是，信托它是一个很强大的，用来实现你对资产管理和传承意愿的法律工具。咱们普通人呢，可以通过设立生前信托来简化自己身后的事情，保护家人，确保财富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分配。核心是获得一种控制权和内心的安宁感。原来是这样。生前信托这个概念听起来确实解决了几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控制权和确定性。这个我得好好研究一下。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重点工具，工具12，叫明治债务与买入介入长城策略。这个就有意思了。咱们通常都觉得欠债不是什么好事，得赶紧还清才踏实。但这材料说，富人反倒喜欢借钱，还搞出来一个什么 buy borrow die 买入介入长城，这听起来风险不小吧？这里的关键啊，确实在于要区分债务的性质。材料里就把债务分成了3类：不良债务 （bad debt）、良性债务 （good debt） 和明智债务 （smart debt）。不良债务指的就是那些用来买快速贬值的东西或者纯消费品的高息贷款。比如你用那种利率很高的信用卡分期买个奢侈品包包，这种就是典型的坏账，是需要尽快还清，并且以后要避免的。良性债务呢，通常是指那些用来购买可能会产生收入或者能增值的资产的低息贷款，最典型的就是房贷了。特别是你买的是个出租房，如果收到的租金能覆盖掉大部分月供，那这个房贷就被认为是良性的。那明智债务呢？听起来更高级了。对，明智债务就更进一步了，富人擅长运用这个。它通常是指你利用自己手里已经有的那些优质资产，比如说大量的股票啊、投资性的房产啊，把它们作为抵押，然后呢，去获得利率相对比较低的贷款。像美国那边常见的 HLOC 房屋静止信贷或者 SBLOC 证券支持信贷，就是用你的房子或者股票投资组合去做抵押来贷款。关键是借来的这笔钱，它的资金成本比较低，然后你再把这笔钱投资到预期回报率更高的其他能够增值的资产上去，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用杠杆来放大财富增长的策略。用低息借来的钱去投更高回报的资产，听起来是这个意思。那个买入介入长城的 buy borrow die 的策略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像一套组合拳。对，是的，这个策略尤其在美国那种特定的税务体系下用的比较充分。我们可以把它拆成3步来看。第一步就是买入，核心就是你要持续的买入，并且长期持有那些具有长期增值潜力的资产，比如好公司的股票、核心地段的房子、有价值的艺术品收藏品，或者是一些还没上市公司的股权等等。关键是你买的是资产，而不是负债或者消耗品。买入增值资产。然后呢？第2步就是介入。当你持有的这些资产经过一段时间大幅增值了，比如说你最初花了100万买的那个股票投资组合，现在涨到200万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你这个价值200万的投资组合作为抵押，去找银行或者券商申请一笔证券支持贷款 SBLOC。比如说，通常能借出资产价值的50% 左右，也就是能借到100万现金。因为你有优质资产做抵押嘛，这种贷款的利率通常比较低，比如说年化 4.5%。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你把借来的这100万干嘛呢？继续投资，投到其他你预期能带来更高回报的资产上，比如说年化能到 7% 或者更高的。只要你的投资回报率能持续的高于你借款的那个利率成本，你就成功的利用了低成本的杠杆，加速了你财富的增长。材料里有个简化的计算例子，本来你只有100万资产，涨 7%， 一年赚7万。现在你用这100万已经涨到200万了，抵押借出100万再投资，总共你运作的资产就是200万，自有100万本金对应的增值部分 plus 借来的100万。如果这200万的资产整体也能涨 7%， 那就是赚14万，再扣掉你借那100万的利息，100万乘 4.5% 等于 4.5 万，你净赚了 9.5 万。你看，比原来只赚7万就多赚了 2.5 万。
哇，这么参详啊，确实是放大了收益。那第3步传承 代是怎么回事？听起来有点那个啥。哈哈，这个代啊，其实是利用了美国税法里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条款，叫做成本基准提升 （Step up in basis at death）。简单说就是，当你去世的时候，你名下持有的那些已经增值了的资产，比如股票、房产什么的，它们的计税成本 （cost basis） 会自动提升到你去世那一天的市场公允价值。接刚才那个例子，你当初100万买入的资产，经过很多年的增值和借贷再投资，可能在你去世的时候，总价值已经涨到了500万。那么，你的继承人继承这些资产的时候，他们的计税成本就不是你当初买入的100万了，而是变成了500万。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们选择立刻或者不久之后把这些资产卖掉，那么需要为之缴税的那个资本增值 capital gain 就几乎是0了，因为卖出价500万，成本500万等于0。这样一来，在你生前积累起来的那一大笔资本增值，从100万涨到500万，增值了400万。对应的资本增值税，如果按20%税率算，可能高达80万美元，就合法的被免掉了。再加上美国本身就有的那个比较高的遗产税免税额度，这样大部分财富就能够以极低的税负传承给下一代了。我的天，这套操作听起来简直是把资产增值、低息杠杆和税法规则利用到了极致啊！不过这里面有个关键点吧，它好像是建立在资产能持续上涨，而且投资回报要一直高于那个借款利息成本的基础上。那万一要是遇到市场大跌，或者利率突然飙升呢，那风险不就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吗？咱们普通人要是想借鉴这个思路，应该注意些什么？对，你提的这个风险点非常非常关键。这套策略绝对不是没有风险的，介入那一步本身就引入了杠杆风险。如果你的投资回报达不到预期，甚至亏损了，但你借款的利息还得照付，那就会加速亏损。而且，如果你的抵押物，就是你那个股票或者房产，价值大幅下跌了，你还可能面临被追缴保证金的风险，那压力就很大了。所以，能成功运用这个策略的人，通常都具备几个前提：他们持有的是那种长期来看非常优质、相对比较抗跌的资产；他们的资产组合足够分散，不是把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他们手头有足够的其他流动性，能应对可能的市场波动或者利率上升；而且，他们对宏观经济和利率环境得有比较好的判断力。那么对于咱们普通人，材料给出的建议就非常务实和审慎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优先识别并且消灭掉你身上的不良债，特别是信用卡债、各种利息很高的消费贷、网贷，这些都是你财富的出血点，得赶紧堵上。其次呢，对于良性债，比如说房贷，也要非常谨慎的使用，前提是你得经过严格的财务评估，确保自己还得起，而且你买的那个房子确实有保值增值潜力，或者能带来稳定的正向现金流，绝对不能过度负债去买房。控制负债规模很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严格控制自己整体的债务水平，一定要量力而行，绝对不能介入超过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和偿还能力的钱去做那种投机性的投资。材料里打了个比方，比如说你月收入1万块钱，那你所有的债务，包括房贷、车贷、信用卡什么的，每个月的还款总额最好控制在3000块钱以内，得给自己留足生活和应急的还通空间。所以普通人可以借鉴的核心思维是，你要理解债务它是一把双刃剑，先学会区分好债和坏债，优先解决掉坏账，然后极其审慎地利用好债，如果你有的话，永远要把风险控制和个人的偿还能力放在第一位，先建立一个稳固的财务基础，然后再去考虑是不是要用适当的杠杆。这么一圈听下来，感觉这几种工具虽然具体操作啊门槛都不太一样，但他们背后好像确实贯穿着几条共同的财富逻辑线。是的，没错。材料最后做的那个总结就很有启发性。他说这些工具的运用核心其实不在于你拥有多少钱本身，而在于你是不是理解并且运用了那么几种关键的财富逻辑。
比如说，私人银行，它体现的是用你的资产规模去换取稀缺资源和便利这么个逻辑。那普通人就可以通过提升在现有银行的等级，来初步地体验和理解这个逻辑。信托呢，它的核心是按照你个人的意愿来实现对资产的长期控制和定向传承。普通人就可以通过设立生前信托来满足自己简化身后事、保护家人的基本需求。那个明智债务和买入介入传承策略，核心是理解并且审慎地运用杠杆来加速资产增值，并且结合税务规则进行优化。那普通人呢，就得先学会管理好自己的债务，控制好风险，然后再考虑怎么利用良性的负债。而那个股票策略的核心，则在于要把风险管理和税务效率放在追求短期高收益之上。普通人就可以学习分散投资的原则，关注税后收益的思维方式。逻辑是相通的。对，所以说财富的积累和管理，它是一个持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关键在于你先去理解这些底层的逻辑，然后找到适合你当前阶段的风险可控的方式去尝试。哪怕是像材料里提到的，先从最基础的做起，比如说加强你个人数字账号的安全防护，用强密码啊，用个 VPN 啊，开启2次验证啊什么的，这些几乎没什么成本，但它能保护好你的第一道防线，然后再一步一步去学习和应用更复杂的策略。确实是这样，理解了这些逻辑之后，感觉看待个人财务规划的角度可能真的会很不一样。它不光是关于我怎么挣到更多钱，更是关于我挣到钱之后怎么去管好它、保护它，甚至怎么把它传下去的一整套系统性的思考。那么，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目前的财务状况和你的认知水平下，刚才我们聊到的这几个财富工具，它背后的那个核心逻辑，哪一个最能给你带来启发？你觉得你可以从哪一个最小的、最容易执行的行动开始，尝试在自己的生活里去实践一下这种逻辑呢？最后想说的是，记住啊，没有人天生就懂得怎么运用这些工具和策略，关键在于你开始去接触、去理解这些关于财富运作的底层逻辑，并且付诸行动，去探索那条适合你自己的路径。